1983年的巴黎，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矛盾的气息，一边是法兰西人深入骨髓的优雅与傲慢，另一边则是一场即将席卷整个国家的文化风暴。风暴的中心是一位远道而来的华人建筑师贝聿铭。那一年，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决定，邀请贝聿铭，这位来自东方的现代主义大师，为法国的圣殿，拥有800年历史的卢浮宫设计一个新的入口。消息一出，整个法兰西瞬间炸开了锅。让一个华人来动我们的国宝，一个设计高楼大厦的美国佬，他懂什么叫历史的厚重，他要把卢浮宫变成一个不伦不类的鬼东西。超过 90% 的巴黎市民表示强烈反对，费加罗报等主流媒体更是用上了最刻薄、最尖酸的词语，将贝聿铭的方案，一座玻璃金字塔，贬斥为一颗巨大的假钻石，一个破坏市容的伤疤。在一次面对法国历史古迹委员会的会议上，他甚至遭到了长达45分钟的围攻和谩骂。一位与会者尖叫着，几乎要扑向他。那段时间，他走在巴黎街头，都能感受到路人投来的混杂着鄙夷与愤怒的目光，仿佛他不是一位建筑师，而是一个即将玷污圣殿的罪人。面对排山倒海的质疑与羞辱，贝聿铭是如何回应的？他没有愤怒的反击，没有声嘶力竭的辩解，更没有卑微的去讨好任何人。他只是平静的，一次又一次的，用他那带着口音但清晰无比的法语，阐述他的设计理念。他解释，玻璃金字塔的几何形态呼应的是法国人最引以为傲的理性主义与古典园林设计。他解释，透明的材质是为了将天空与光线引入古老的地下，让历史与现代再次交汇。他解释，他研究了法国的历史，研究了卢浮宫的每一块石头。他的设计不是颠覆，而是激活。在最艰难的时刻，他甚至在卢浮宫广场上用钢缆搭建了一个1:1的模型，让所有巴黎市民亲眼看到，这座金字塔并不会遮挡古老宫殿的任何一个立面，它如同一件精巧的艺术品，谦逊地匍匐在历史的脚下。他用行动代替了争吵，用作品的尊严回应了所有的不尊重。他身上有一种东西，让那些最激烈的反对者最终也不得不从狂怒变为审视，再变为沉默，最后化为敬佩。那种东西我们称之为风骨。风骨是一个人精神上的脊梁，它无形，却能决定一个人的分量；它无声，却能定义一个人的价值。它是一种内在的秩序，一种不向外界的恶意与轻慢低头的定力。它决定了，当世界试图给你贴上廉价的标签时，你是否有能力亲手将其撕下，并换上你自己定义的价格。多年后，当那座曾经被唾骂的玻璃金字塔成为巴黎无可争议的新地标，成为无数人照片中必须定格的风景时，记者问贝聿铭当年是如何顶住那样的压力的。他只是淡淡一笑，说，我始终确信我做的是对的事情。这句话的背后藏着一个成年人世界里最残酷也最真实的法则，别人怎么对你，终究是你自己教会的。你教会了别人，你的底线在哪里？你教会了别人，你的价值有多高？你教会了别人，是该尊重你，还是可以肆无忌惮地轻视你？而这一切教学的工具，不是语言，不是讨好，更不是退让，而是你身上那股无声的风骨。没有风骨的人，就像一滩烂泥，即便你内心是金子做的，也只会被人随意踩踏。你的善良，你的付出，你的忍让，
都会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尘土。而拥有风骨的人，就像一座山，巍然屹立。人们在靠近你之前，会下意识地掂量自己的言行。你的善良是山间的清泉，令人感恩；你的拒绝是陡峭的悬崖，令人敬畏。可悲的是，在现实的人际交往中，太多人都在无意识地把自己活成了一场通货膨胀。他们毫无保留的付出，毫无底线的忍让，最终亲手将自己的价值贬值得一文不值。你的付出正在变得廉价。人性中有一个最幽微的弱点，叫习惯性漠视。意思是，当你对一个人好100次，他不会觉得你恩重如山，只会觉得这是常态。可一旦第101次你没能满足他，他不会记得你之前所有的好，只会记住你这一次的坏。你的付出就在这日复一日的满足中，完成了从礼物到义务的贬值。这个道理，刘德华大概用了半生才彻底看破。在香港娱乐圈的黄金时代，刘德华的好是出了名的。他对朋友几乎有求必应，倾尽资源去扶持。杜汶泽就是他一手从泥潭里拉出来的典型。当年杜汶泽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在《无间道》片场凭着一点机灵劲儿和刘德华成了朋友。刘德华是真的拿他当兄弟，看他没戏拍，就动用自己的人脉四处推荐；看他没钱买房，就把自己名下的豪宅以一个几乎是象征性的价格租给他住。他结婚，刘德华推掉工作，亲自去做伴郎，给足了他牌面。后来杜汶泽动了做导演的心思，剧本写好了，却拉不到投资。刘德华二话不说，大笔一挥，投了1000万港币，让他圆梦。结果那部电影票房惨淡，赔得血本无归。刘德华没说一句怨言，只当是支持兄弟的梦想。可杜汶泽并不死心，紧接着又要拍第2部，再次找刘德华投资。这一次刘德华经过评估，觉得风险太大，便委婉地拒绝了。就是这次拒绝，成了引爆所有理所当然的导火索。杜汶泽瞬间翻脸，在媒体面前公开炮轰刘德华不仁不义，说他不是真心朋友，甚至放话和姓刘的势不两立。他完全忘记了，是谁在他微末之时提携他，是谁在他窘迫之时庇护他，是谁在他做白日梦时用真金白银为他买了单。他只记得，这一次你没有满足我，那100次的付出，在那一次的拒绝面前归零了。刘德华后来收回了豪宅，也收回了那份不设防的善意。他或许终于明白，没有边界的付出养不出感恩的朋友，只会养出贪婪的巨婴。你的好一旦变得唾手可得，就失去了被珍惜的资格。它不再是雪中送炭的温暖，而成了对方予取予求的筹码。这世上最凉薄的人性，莫过于此：习惯了索取，便忘记了感恩；习惯了被给予，便觉得一切天经地义。你以为掏心掏肺能换来对方的感激涕零，殊不知，在对方眼里，你只是一个可以被无限压榨的资源。你的每一次退让，每一次没关系，都在告诉对方，我的边界，你可以继续试探；我的利益，你可以继续侵犯。付出从来不是错，错的是没有价格标签的付出。做一个稍微凉薄一点的人吧。你的善良很贵，不是谁都配得上；你的好心是限量版，只应该留给那些真正懂得珍惜，并且同样愿意为你付出的人。在任何关系里，
当你开始感觉到自己的付出正在被通货膨胀时，请立刻停止你的货币滥发，学会让自己的好变得稀缺，变得昂贵，它才有可能被视若珍宝。否则，你燃烧了自己，不仅照不亮别人，反而会让对方觉得你身上的火烧得不够旺，你的忍让正在被人当成软柿子。电影《黑名单》里有句台词，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剖开了人际关系中的残酷真相。为什么别人敢在你身上做坏事？是因为你让人觉得，在你身上做坏事可以不付出任何代价。你之所以被欺负，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你弱小，而是因为你看起来好欺负。你的忍让，你的不吭声，你的算了，都在无形中为对方的恶意颁发了通行证。作家博邦尼曾在节目上讲过一段让他刻骨铭心的童年经历。小时候的他矮矮胖胖，性格内向，在人群里总是那个最不起眼的存在。一次体育课上，一个男生毫无征兆的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拿起篮球狠狠地砸向他的头。那一瞬间，博邦尼说，他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委屈、羞辱、茫然、愤怒，无数种情绪像潮水一样涌上心头。可他最终的选择是沉默，他一声不吭，默默地忍受了这一切。他的忍让并没有换来对方的愧疚或收敛，恰恰相反，他像一个无声的邀请。从那天起，那个男生就找到了一个可以随意发泄的情绪垃圾桶。他开始变本加厉，动不动就拿他开涮，嘲笑他的跑步姿势，像使唤仆人一样指使他做这做那。而百邦尼始终没有反抗。在那些漫长的岁月里，他唯一的宣泄方式就是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偷偷地哭。他以为只要自己忍下去，这一切总会过去，但他错了。这种无底线的忍让并没有让他息事宁人，反而像一剂慢性毒药，慢慢侵蚀了他的整个精神世界。他变得越来越敏感、自卑，甚至在成年之后，只要一回想起那段经历，内心就像被刀割一样痛苦。他用童年的忍让，为自己成年后的性格埋下了一颗巨大的地雷。张德芬曾说，人与人之间常常是彼此吞噬的关系。如果我不够硬，就很容易被他人吞噬。你的每一次忍气吞声，都是在邀请别人来吞噬你的边界、你的尊严、你的自我。你以为退一步海阔天空，殊不知你退的每一步都成了对方得寸进尺的阶梯。当欺负你成为一件零成本的事情时，人性中的恶就会被无限放大。犹太人的经典《塔木德》里有一个词叫萨布拉斯，用来形容犹太民族的性格。这个词翻译过来就是仙人掌。他们认为，一个理想的人格就应该像仙人掌一样，内心是柔软的，但外表必须带刺。仙人掌永远无法成为花园里最娇艳的花朵，任人采撷，但它身上那尖锐的刺却能有效地保护它那柔软多汁的内心，不被外界轻易伤害。这是一种绝佳的生存智慧。做一个仙人掌式的人吧，心存良善，但不好惹。你的善良是留给世界的温柔，但你的刺是留给自己的铠甲。当有人试图无故侵犯你时，你要让他知道，你会疼，你也会让他疼。这种会让他疼的预期，才是阻止下一次伤害最有效的盾牌。温柔要有，但锋芒更要有。没有锋芒的温柔就是懦弱。你的高贵才是你最强的吸引力。经济学里有个著名的凡伯伦效应，
源于经济学家凡伯伦做的一个实验。他将2种巧克力，一种品质极高，定价$1，一种品质普通，定价$1。结果，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那块$1的贵巧克力。这个效应揭示了一个消费心理，人们倾向于认为，价格更高的商品，其价值也更高。他们购买的不仅仅是商品本身，更是一种与之相关联的高价值感。这个效应在人际交往中同样适用的可怕。一个人表现出来的姿态越是卑微，越是好说话，在别人眼中，他的心理价位就越低，越容易被轻视和忽略。相反，一个人表现得越是有姿态、有原则、有不好惹的气场，他的心理价位就越高，反而越能吸引别人的尊重与合作。你必须让自己贵起来，别人才不敢对你打折处理。作家汪曾祺早年间是出了名的好好先生，他的性格温润随和，与那些棱角分明、脾气古怪的文学大家相比，简直是平易近人到了尘埃里。但这种好脾气并没能为他换来顺遂，反而招来了无尽的烦恼。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一位自称痴迷文学的青年。青年虚心向他求教写作经验，汪曾祺毫无保留，将自己的心得倾囊相授。青年尝到甜头，得寸进尺，为了能每日聆听教诲，竟请求搬到汪曾祺家里住。汪曾祺的住处本就狭小，十分为难，但青年姿态放得很低，说自己不介意，哪怕是蜗居在逼仄的地下室也心甘情愿。汪曾祺心一软，便同意了。噩梦就此开始。青年搬进来后，完全不把自己当外人，每天天不亮就举着牙刷，睡眼惺忪地去敲汪曾祺的房门，理直气壮地让他为自己指点稿件。汪曾祺数次被从梦中吵醒，强忍着困意和不快，耐着性子给他讲。可那青年的文章实在毫无灵气，朽木难雕。终于，在无数个清晨被骚扰之后，汪曾祺的风骨被唤醒了。他意识到，自己的忍让和善意正在被对方当成可以无限透支的信用卡。又是一个清晨，当那个举着牙刷的青年再次出现在门口时，汪曾祺没有开门，只是隔着门板，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冰冷而坚决的语气说：“你以后不要再来了，我很忙，你也不可以在外面说我是你的恩师，我没有你这样的学生，你今后也不要再寄稿子来给我看了。”一连串的拒绝，像3把锁，彻底锁死了对方所有得寸进尺的可能。世界瞬间清静了。但更让汪曾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那个曾经傲慢无礼，把他当成免费仆人的青年，在此之后，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他不再纠缠，反而对汪曾祺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敬仰与尊重，言语间充满了对一位大师的敬畏。汪曾祺用一次决绝的不好惹，为自己赢回了本该属于他的尊严。心理学家武志红说，当别人感知到你是一个不好惹的人时，你反而容易得到尊重，也更容易收获好的关系。这句话是对凡伯伦效应在人际关系中最好的诠释。你的姿态就是你的价格标签，一味的妥协，一味的接受，只会让你在对方心中不断掉价，直到被扔进打折清仓区。学会拒绝，是你为自己价值锚定的第一步。试着拉黑一个消耗你的人，试着拒绝一件让你为难的事，这并不会对谁造成多大的伤害，却能清晰地向世界宣告：我很贵，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我的情感都很贵。当你开始变得不好惹，你会惊奇地发现，
整个世界都开始对你温柔以待。你的风骨就是你最好的风水。作家黄启团在他那本名为《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的书中写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每个人都在无意识中教会了别人如何对待自己。有的人教会别人尊重自己，有的人教会别人如何爱自己，有的人则教会别人如何伤害自己。这世上最令人心疼的，往往是那些最懂事的人。他们习惯了承受委屈，习惯了为他人着想，习惯了把没关系挂在嘴边。他们像一个个善解人意的便利贴，谁都可以上来撕一张，写上自己的需求，然后随手丢弃。可是痛过一次，你就会明白，真正的成熟不是一味的迁就与让步，而是在该拒绝的时候不手软，在该狠心的时候不退让。抬高自己的姿态，亮出外在的锋芒，不是为了去伤害谁，而是为了不再被谁伤害。他是在用一种明确的方式为你的人生设立一个准入门槛，唯有懂得尊重我价值的人方可入内。请记住贝聿铭在巴黎的风雪中所展现出的那种平静而强大的力量，那不是攻击，而是一种宣告。宣告我的价值不容你来定义。从今天起，试着去修炼你的风骨吧。当有人无度索取时，学会平静地说不；当有人侵犯你边界时，学会坚定地亮出你的刺；当有人试图贬低你时，学会用你的成就和姿态无声地回应。你不是一座任人开采的矿山，你的善良与付出是需要被珍惜的宝藏。你不是一片任人踩踏的草地，你的忍让与宽容是有边界的领地。你的人生是你亲手设计的作品，你是你价值的唯一建筑师。别再无意识的将自己设计成一座谁都可以进出的公共厕所。你要做的是像贝聿铭一样，为自己的人生建造一座精神上的卢浮宫。它有宏伟的外观，更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内核。当你拥有了风骨，你便拥有了改变自身风水的终极力量。世界终将以你希望的方式来回应你。